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宝靖县，对，没有说错，这个地方就是宝靖县城。实际上，我们相隔了一条河，就是底下的这条幽水河。现在我是在宝靖县城的城边，仅有一河之隔，可以看到旁边的房子建得非常的好，就是河对岸那边呢就是宝靖的县城，这边呢就是荒山野岭了。这是一条小路，去到那个幽水河边的。我刚刚走到河边去看了，底下环境还挺好的。现在准备上山，走到我们停车的位置。今天为你们分享什么呢？其实我在河边呢遇见一个当地的老乡，他说他们家就住在河的对岸，也就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他们离县城呢仅有一河之隔，他们是自己建的房子。在河的对岸呢，全部都是一些商品房啊，还有学校街道那些。他说他挺满意的，住在小河的对岸。虽然这边的交通不是那么方便，仅有镜头前方的这条小路可以到他家里。他家里呢就住在小河边，他说挺好的，他喜欢这里的环境。看，其实这个地方与对岸是形成一个天壤之别吧。对面呢是非常繁华的一些高楼大厦，还有街道，很多商铺啊。这边呢显得是格外的冷冷清清。途经这里的时候呢，发现几座房子就建在悬崖边，严格来说就建在那个马路旁边的悬崖之上。那些房子啊，看得出是没有地基的，所有的房子都是打那个水泥墩子在上面呢在建的房子。其实和当地的老乡聊天，他们也告诉我说，这样的房子其实建造花费也挺大的，一座房子呢也是40-50万、50-60万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车子啊，过这个弯啊都是小心翼翼的，这是一个反转的弯，特别的急。那几座房子呢就在镜头的前方，我们待会儿呢航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那几座房子啊真的是没有地基的，建在悬崖边，真的挺险。主人家呢买了车子都没有地方停，只能停在我身后的这个弯道之上。看我的大熊呢也停在这个位置，连摩托车都是没地方停的，只能停在这个弯道之上。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让挥动的手在风雾中飘荡。不要惊醒人流了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载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其实这个地方啊，距离宝靖县城仅有一河之隔，但是这边呢感觉就是荒山了，冷冷清清，对面呢就是非常热闹的县城了。真的很难想象有人愿意花几十万就在马路边的悬崖绝壁之上建这房子。其实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花上几十万就到城里面买套房居住下来，这样子小孩读书各方面可能更方便一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了。朋友们，其实我的旅行呢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有的时候呢就走进大山里面，碰到一些比较觉得奇奇怪怪有趣的地方，我都会拍下来分享给大家。当然这期的视频呢，可能很多人会说其实这个地方也挺不错的，但是我想说，如果是雨季的时候，这个地方会不会山体滑坡呢？而且住在马路边上弯道之上，这个地方有没有危险呢？当然
可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吧，也希望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怎么样。好，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要继续赶往山上去那边看一看。好了，拜拜。靠着苍老的树，依靠着斑驳的墙，姑娘，姑娘，寨子里的姑娘。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州龙山县喇宗坡，这是一个古朴的土家寨子，在我身后啊。大家看一下这座石墙呢，都是明清的时候保存下来的。整个寨子呢，全部都是木房子。到底这个寨子有什么样独特的地方？跟着石头的镜头，现在我们走进寨子去看一看。其实，当你来到寨子里面，随处可见一些老房子。镜头的前方就是一座土家木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座房子外面有个小院，在外面呢有一面石头墙。其实这些石头墙都是明清的时候保存下来的，房子是非常的古老。据说，就像镜头前方的这座木房子，它上面的木质结构呢，应该是民国的时候修建的，但是它底下的地基都是清朝时候保存下来的。现在寨子里面像这样的木房子，据说是20多座。我们走进院子去看一看。其实这些石头墙是非常厚的。我们可以跟着镜头看一下，大概它的墙的厚度达到了70-80公分左右。这些石墙啊，日晒雨淋，其实100-200年，很多地方都不会坏掉。像这样的房子，现在里面依然是住着人的，其实也是非常简陋的木房子了。开间3间平房，中间是堂屋，非常的简陋。但是这座木房子的地基啊，也就是它的基脚部分，是非常的牢固，全部都是山上采下来的石块。看得出这些长条形的石块应该都是当地的石匠通过精心的打磨之后，搬到院子里面来打造地基，建造房子的。其实这些石条的长度大概都是2米左右。我们走进去看这家人在不在家。好像是没人在家的，但是房子是开着门的。其实走进寨子里面，古色古香，包括一砖一瓦，都能看得出这个寨子的古朴。看镜头的前方，这是2个石槽。这个石槽啊，在古时候应该是储存水的。他没挨够嘞，他为了两个猪，他没够他讲。他个人2个猪为了的，那我们兜里来那个倒是。你不知道吗？我在兜里啊，学生换家的嘛。学生换家。哦。为什么没换家？这个屋的地基就有历史了。哦，这座房子的地基就有历史了。哎，大叔，我们看一下，现在你所站的这个位置，
它这些石头墙应该是很久之前保存下来的，是不是？上面的木房子就是民国时期所建的。这个是原来是不晓民国什么，是从搬来。我先前的那个正平嘛那个，那个起的屋有马上住成了屋了。那一层屋是第一屋，这个是第二层屋。哦，底下那座是第一座的房子。专业的后院了，平坝了。哦。那平坝实际上是屋呢是第一层屋，这个是第二层。哦，正如现在我们镜头前方的这座房子，它是整个寨子第二座房子建在这个位置。那呢，现在你要讲做专业那个和沟头这个是第三次起的。哦，这样子。第三次。状元的房子应该是第3次所建，这是第2次整个寨子所建的房子。当然，现在石头之上部分的应该是后面重新修建的。大叔所说的这座房子的地基呢，就是以前整个寨子所建的第2座房子，就是它脚踩的这部分就是以前保存下来的，应该是清朝或者是应该是清朝时期所建的房子。当然后面呢，房子发生了一些意外之后，上半部分呢就毁坏了之后只剩下了这个地基。在大概民国时期呢，上部分呢又重新修建，以至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房子呢，就是民国时期所建的。实际它原本的老房子呢，地基就是镜头前方这些石块所留下来的地基。我妻子说了，你说的没妻子了。对。妻子说小嘛扯丢掉。原来是保持着的。他原来读书有书线，他的书线是有水着的。大叔那这座房子也很古老，我们看一下。这座房子的城墙都很厚的。就是那一盖修的。也是那个状元楼那个时期所建的嘛。那个年代修的。古时候像这些祖辈的老人家会在家里留些古董之类的，这些像你们贾姓的祖先，这些都应该都留的有一些吗？现在都看不到了。都看不到了。只看到那个匾了。只看到匾了。我太公，我家的连我太公用的那个金菩萨托盘都有了。现在弟弟坏了，我就想现在说坏了，我想配我现在弟弟，我就等我就是写首古董。他掉的我来太公，他是种专业，他是贾承泽，他从那个名字种的，他不是贾大义的名字种的，他从后面种的。好，他那托盘上掉的贾承泽，我觉得那个也算一个，也是一个古董了。也是或者那后来我配我的现在就配不起的话没个。现在家里面还留的在家里面吗？那就我留着这个。留得起。就是祖辈留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了。整的系统这下整不起嘛，很多了。用了就是不帮忙了。对，虽然大叔的祖辈是中了状元的，但是呢，时隔很多年了之后，包括以前所中状元的一些代表性的，比如说一些文字资料还有一些赠送的东西，可能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了。他说只剩门头上那2副牌匾了。所以说大叔呢，他说年纪比较大了，如果这些房子呢重新修建，他就想把这2副牌匾保存下来。其实这也是他们作为子孙呢能做的一件事情了。其实岁月沧桑，很多年之后像这些老房子慢慢的坏掉坍塌。就比如说我们走到寨子里面，很多老房子呢坍塌没人住了。时间久了之后，像这样的寨子呢，也许很多年之后将会变成一处无人村。真正流传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少之又少。
大叔告诉我说，现在寨子里面生活的，就是居住在寨子里面的，好像只有9户人家。以前呢，原本寨子是26户还是27户人，陆陆续续呢都往外地搬迁出去了。寨子里面现在很多老房子都是空着的，这就是非常真实的农村的生活吧。当然，这个地方呢，现在也被列入了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其实这个地方如果化站旅游的话，确实有点偏僻。从里耶古城走进来大概1个多小时吧，才来到这个地方。好了，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子古色古香的古寨吗？如果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州龙山县老中坡，在我的左手边，这是一面石墙，据说这一面石墙是清朝时期所建保留下来的。那你们想知道古时候状元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吗？其实在这个小山村里面呢，就出了文武状元，也是2兄弟，他们的房子呢就在我的左手边。我们都知道，在古时候考中状元那是一件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那朋友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状元楼的院子之外。其实在当地呢，这2座楼呢应该称之为相公楼。究竟怎么回事呢？这边有位大叔啊，他也是本地人。哎，大叔你好啊。好，你是这个地方的人吗？这会儿啊，身后的这个房子是你们家的还是邻居家的？我家，是曾字辈的时候。哦，你什么字辈？曾字辈的时候。曾字辈啊？嗯，就是那个一横一竖那个曾是吧？哎，哦，你们是什么姓啊？就姓贾嘛。姓贾。那个太太到7.5，贾正人。哦，贾正林。哦，意思我看了一下资料，这个楼啊是状元楼是吧？对。以前是考中状元，也就是他的儿子。贾正林建的房子。贾正林儿子是状元。哦，他的儿子中了状元。这是一文一武的状元吗？一文一武的。那旁边这栋是文状元还是武状元？这叫我们台叫武状元，他家。哦，这旁边是武状元。在那旁边就是文状元。也是高头嘛，说火烧了，高头那就比他们职业的祖先。哦，上面是祖。那像做火烧的吧？哦，就是后面还有一座祖是吧？也有一座，那座瓦打下来，感觉都，他要想喊你冷薄呢，他一个那是王子考虑大项。哦，这样子。他属于省一级那个。这个状元是大概是什么年代所中的状元？那我记不到，反正要从碑文上看，碑文上。他们是年代，你一看嘛，就晓得他的那个啦。他那太公遗址好多年代嘛，那什么我记不到这些，我简单我都记不到。那大叔你就是他们的后辈是吧？后辈。现在我六七代了。6、7代人了。曾大官民少，我们就少字辈就5代。相隔了5代人了。我现在都重生了。5代人那有好几百年了。那是5代人，那是100多年了嘛。100多年最少都有了。那大叔啊，我们进这座房子去看一看，好不好？我看上面好像是有那个牌匾的。这就状元匾嘛。这是状元匾嘛。那都是好多年前留下来的。它是县里散的嘛。
县里面的，就是县衙里面送给的牌匾。这种状元上个匾。哦，中了状元之后就送来的匾。那现在的你看，考起大学怎么的，给那个整那么个。哦，所以说这块牌匾的话，也是当年保存下来的，没有经过改动的。那大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堂屋里面是有2副牌匾的。其实就是这个匾牌匾，我们都知道，在堂屋呢，牌匾和门头上面的牌匾实质上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镜头所看到的是状元房，实际上呢，中间的牌匾，刚才大叔告诉我，这是舅舅家送来的牌匾，就挂在堂屋。我们大门口上面门头之上的牌匾呢，就是县衙送给的牌匾。其实这些字已经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在它最后面呢，落款的位置实际上是有小字的，我大概看得出有个最底下贺，应该是某年某月或者县衙的领导提的一个落款，上面应该是有日期的，但是这副牌匾呢，现在是很模糊不清了，看不清楚了。包括它挂牌匾的2个底座，我们可以看一下，是2个应该是专门打造的铁片，上面是铁钉吗？打进去，这样子把牌匾安装在大门口。其实这座房子它虽然是没有多大，但是是非常有讲究的。包括这个堂屋看起来是没有多宽，但是呢，这个房子呢里里外外它有好几间，旁边呢是卧室，卧室呢比堂屋要高一些，上面应该都是木地板。看这边呢也是卧室。其实上我们都知道，古时候有钱人家呢，他的门槛是比较高的，要想进这家人的门呢，这个门槛你都需要怎么说呢？就是说门槛比较高。你看这个门槛踩得很破旧的那个样子，说明在古时候这家他们的祖辈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看这个门槛都踩掉了很多了，这个木头踩得非常的光滑。当然在这以前呢，应该是有几扇大门的，对不对？没大用的没大用的。这个大门呢还在这个位置，现在留下来的是只有1扇大门。大叔说以前古时候呢是8扇大门。我们再往旁边看一下，这旁边应该就是文状元了，是不是？大叔，我们走过去看一看，你先走啊。其实这个院子好像是没有多宽但是好像挺高的这个坎这个坎大概有1米多高因为这高了才起个2头盖檐了，才是。这是盖檐。这盖檐嘛，你小孩子不用那个有2头高矮些，它是起的2头嘛。那古时候这样子，如果没有一个围墙的话，没有一个护栏，会不会有点危险？也没事的危险。习惯了就好了。以前没盖房之前，这个2家门前只有这边都干了的嘛。以前这个是有一个那个墙的，都打到挨头中那些干了的嘛。打了围墙。不是树的挨头。树岩石各自各的草莓，我们走这边草莓，他们走那边草莓。以后嘛，从改房前2年，这边有个他当年队长就是我们来，他就要撤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座房子应该就是文状元了，是不是也是同一年所中的状元吗？对，同那一年。同那一年中的状元。可以看一下这座房子，应该它的外墙好像木房子都已经坏掉了都是装的。
这个以前是什么用来干嘛的？这个这个就是他定价多了，这个出来后来那个买的这个做的一个弟兄来了，黄杆就在里头，那个里头是里头的人，这个他人多了，他坐不下，这个就是个活坡做饭，完了，那大里开的坡，俺家大呢就是楼上开个坡就那么个的。哦，就是房子里面小孩子多了，每个小孩子呢就有一间小小的房间。实际上我们现在镜头所看的，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小房间了。我们再走过去看一看。这边嘛，它是整体啊，其实这两座房子差不多大，它的堂屋结构都差不多哦。都差不多大。这个应该也是八扇大门吧？都是八扇。都是八扇啊。在堂屋的中间也是挂了一副牌匾，这幅的字更加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包括这个门头之上也是一副牌匾，这个牌匾也是县衙所送的吧？都是县里送的。哦，都是县衙所送的牌匾。还有落款的，真的是看不清楚到底写的什么字了。其实啊，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那边可以看小字。哦，那边还可以看小字。那边不还有小字吗？那个河你不看到的吗？这个哪里看不到的嘛？像这个，我们看一下，像这个房子它底下的这个台阶结构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房子，这个台阶有什么讲究吗？那么个讲究啊？就是这个台阶上来，这个台阶啊，为什么要这么高呢？你这屋山高的嘛，别人那么多藤子才能上来啦。这一藤子上来，你如果要藤子矮一点，你就多从藤子出去来。藤子高的嘛，你就少从上来。实际上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从下面上来，你有那么多藤啊。一般必须讲嘛，9藤11藤，那轮不到那个啊，有些。一般就是9级台阶、11级台阶。其实老房子我们可以看得出，以前是打了围墙的，是不是啊？对的，都围墙了。都是围墙的。解放之前，土匪打不进。就是解放之前土匪是攻不进来的。攻不进来的。很牢固的啊。这都是矮墙，都这么大的围墙，相同的都垮掉了。这样子的。那个草门皮上扎的刺。草门就是在那个位置吧？木草门啊。以前那边是有一座大门口的草门。这边的，那边是那边的。2座草门。通向外围去。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哪个位置？挺高的啊。好，那也谢谢大叔了啊，谢谢你的采访。也祝你啊身体健康。健康好。其实大叔是非常热情的一个人，和他的交流啊，聊了很久。我相信很多本地的朋友可能听得懂。我大概也知道他所说的意思。他说这2座房子呢，原本是2兄弟所建的房子，一文一武，2个状元，好像是同一年所中的状元。距离大叔他们这个年代呢，应该是有大概5倍到6倍的那个样子，就是5、6代人的那个样子。应该少说是100多年了。这2座房子呢，现在是没有住人的，应该是在民国的时候，这2座房子啊还是住着人的。后面呢，陆陆续续他们的后代呢都往外面搬迁。现在大叔他们一家呢，他也是年纪比较大，跟着孙子呢往贵州那边去住了。他现在刚好是今天我们来到大山里面，刚好也碰到他，回到祖屋这边看一看，也顺便呢采访了他。要不然呢，我们走到这2处老房子啊，可能都遇不到他的后代守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可以采访到2个状元的后代了。当然，朋友们，这个地方啊，
是挺偏僻的，其实开车进来呢是挺不容易的。我们从里耶古城大概开车走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这个地方。导航呢直接导航到武关村，如果是导航到那个喇中坡的话，导航里面好像是没有显示的。这个地方值得一游，当然可能石头的讲述水平有限，像这样的老房子呢，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吧，自己水平有限，没有去很好的去发掘它。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你们可以查阅相关的资料，其实在湘西州这边都是有记载的。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